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穿墙视野。本期节目我们聚焦的问题是：为什么中国是全世界对特殊人士最不友好的国家之一？前段时间，台湾歌手郑智化在深圳机场的遭遇，大家或多或少都看过一些新闻。给不了解的朋友，简单回顾一下事情经过。10月25日，郑智化在深圳机场准备登机，当时升降车停靠在机舱门口，但人与地面存在约25公分高度差。他是一位轮椅使用者，按理说只需要将升降板再升高一点点，或者像其他机场那样，在升降车和机舱门之间放置一块连接板，让轮椅可以平稳地进入机舱。但当时操作升降车的司机拒绝调整高度，也没有提供任何连接板或替代方案，这就导致郑智化完全没办法自己推轮椅进舱，也被迫从轮椅上下来，让一个小儿麻痹症患者用拐杖试图跨越这25公分的台阶。虽然现场有工作人员在旁协助，但他最后形容自己是连滚带爬上飞机的。他将这段经历发在微博，并直指深圳机场对残障人士没人性。当天下午，深圳机场在他的微博评论区道歉。当天深夜，深圳机场再次道歉，发出一则正式的道歉声明，并公布整改措施。10月26日，郑智化表示接受道歉，说自己基本上不再追究此事。但是很快有一段郑智化登机监控画面流出，这段视频在全网疯传，很多人说视频里的他并不像微博里写的那样是连滚带爬进飞机，于是各种谩骂、嘲讽、恶意揣测，一场大规模网暴向他涌来，很多字句都脏到我在这里根本没有办法念出来。2天之后，也就是10月27日，郑智化被迫公开道歉，说为我的用词道歉。之后他录了一支回应视频，说明整件事情的始末，并且宣布会把整个微博账号清空。现在你再打开他的微博，已经是一片空白。这是一位知名歌手在公共场合所遭遇的事情。他有名气，有粉丝，有媒体关注，最终都只能选择沉默。那么普通身障人士呢？在我看来，这起事件更可怕的地方不在于一次服务失误，而是他把中国社会长期对特殊人士的冷漠与分化完全暴露出来。中国离文明差10万8千里，整个社会对身障人士的理解与尊重依旧非常匮乏。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习惯把人分类，你是正常人，你去普通学校；你是特殊人，你去特殊学校，最好不要出现在公共空间，影响别人。我们被教会的不是如何理解、如何帮助，而是如何避开、如何不要看。所以，当一个身障人士站出来要求正常的权利时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：你是不是在要特权？
政治化事件只是被短暂看见的一次，更多的是从来没有被看见，也没有机会说话的人。在 Google 上搜寻中国残疾人数量，出来的却是一个庞大且有滞后性的数字。截至2023年，中国残障人士约8591.4万，这个数字出现在民政部主管的《中国社会报》一篇新闻里，而不是在国家统计局的公开数据里。更离谱的是，中国残联官网沿用的依然是2010年推算的8502万这个数字，此后10多年再也没有更新过。在中国，数据从来不是一件单纯的事情，而且中国长期习惯性隐瞒真实数据，甚至造假数据，所以不得不怀疑这个人数很可能远超8500万。这么庞大的人群，为什么我们在街头几乎看不到他们？答案很残酷，不是他们不存在，而是被迫消失，因为这个社会不让他们被看见。看看中国城市的现况，没有嘟嘟提示声的红绿灯，各种死亡盲道，到处都是路障，公共空间视残障者为麻烦。这不是无障碍，这叫障碍制造。接下来，我想请你跟我一起看看这几位身障人士的真实经历，你就会明白，他们每一次出门，到底在跟什么搏斗。这是台湾省的台北市，残疾人的轮椅直接上了公交。这是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市，20多年我不仅没坐过公交，就连家门口都被卡车挡死了。这是武汉的一名女生，她坐地铁来到了商场的地下，却发现只有用扶梯才能进商场。于是她坐直梯来到了地面，却发现出口摆着2块大石墩。女生把目光转回到商场，眼前的景象让她更绝望了。无奈之下，她只好找人帮忙。我是能自己活动的，那不能自己活动的坐轮椅的小伙伴怎么办？这是我本人，一个不能自己活动的影评人，遇见跟那女生相同的情况，我只能冒死改走地下车库。出来时因为怕死，我没有原路返回，就去大厅找到了工作人员，他们说有钥匙可以打开栏杆，让我在这耐心的等待。2个小时过去了，我终于被商场无罪释放。回家之后，我眼望着窗外，景色是那么的绚丽繁华，可我的心却充满了悲伤。我忍不住想起了一个朋友，文军，北京截瘫者之家的创始人。2019年7月，文军去云南考察无障碍路线，在回酒店的路上，因无障碍入口被汽车堵死，他不得不被迫掉头，不幸跌入了车库的顶棚里，永远的离开了人世。而那个车库顶棚的周围没有任何的栏杆，完全是无障碍的。我做这期视频不是为了抱怨或批评什么，只是想告诉你一个事实：中国有8500万名残障人士，数量超过了德国人口的总和。请帮我们留下一些无障碍的空间，让我们每一座城市的残疾人都能得到更多的自由和尊严。假如审核员还有一丝良知，希望你不要限流这期视频。看完这些影片，我心里其实非常沉重，尤其是第2个影片结尾的那句话：假如审核员还有一丝良知，希望你不要限流这期视频。它揭示了一个残酷的双重困境，一方面是那只看不见的手随时准备让你的声音消失，而更可悲的是那种深入骨髓的恐惧，已经迫使人们在开口前
就先进行自我审查。如果生命可以自由选择起点，又有谁会愿意降生在洼地里？我们缺少的不只是无障碍设施，而是发自内心的理解、尊重与平等，更是那种可以免于恐惧、可以自由呼吸的空气。当一个社会连真实数据都不愿意面对，当一个歌手、身障者站出来说话，最后都被骂到闭嘴，近乎山号，你很难相信，这个社会真的在乎那些比他更弱势的普通人。衡量一个社会是不是文明，不是看有多少高楼、GDP 的数字多好看，而是怎么对待那些被视为底层、边缘、弱势的人群。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